风水最高原则，龙虎边该放什么呢？龙一定要高高在上，所有的产生动能的风扇，光源，通通都是光芒四射，动气无限。虎，它唯一的优点是不怕脏，所有的厕所、厨房这个放开就对了，比较不会伤到宅的运势。粉晶要放对的地方才有效，放在龙边虎边也是有学问的。看得出来，他真的非常渴望爱情。对啊，这个放很然后有效吗？我觉得还好。所以你放错地方了。女生希望有龙的缘分，龙对吧来说要放在左边。所以你看你放难怪一天到晚我的女生没有跟他回，真的厉害啊！要懂风水，先学龙虎，最容易达成的摆放原则即将公开。大家好，我是青龙龙姐，我真的没有在租戏服。大家好，我是虎妹。是的，这写的不是啊，这写什么？你是谁？白虎妹。跟那没有关系，对，因为我今天代表的就是虎边的重要性。虎边重要，虎边哪有什么重要性？虎边当然最重要啊。虎边哪里重要？虎边就是掌管的财运啊。拜托，龙边才是最有重要性的，好不好？有财运有什么？我是有地位的，跟权力。没错，我们今天就会上演一场龙争虎斗，因为大家好久不见的龙兄虎弟即将登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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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龙姐虎妹啊！丢啦！哎呦，今天一定要好好来跟大家好介绍一下了，因为龙边虽然重要，但是虎也很重要。龙在明，虎在暗。对啊，龙要动，虎要静。没错。龙怎样？龙怎样？吵啊！龙有龙高啊。对啊，虎。你看看多么配合呀！所以我们真的是绝佳绝妙的组合呢。而且我们今天真的请到一位新的老师到现场来。哎呦，是谁呢？我们要来问他一下。哎，你小声一点，你小声一点，因为我现在是虎妹，我真的很怕吵。白虎怕吵的。对，小声一点。所以啊，我们今天介绍一个新的老师，他真的非常厉害。我们要来问他一下，到底青龙重要还是白虎重要？你说说看。青龙重要还是白虎重要了？当然是白虎重要了，当然是青龙重要啊！白虎、青龙、白虎、青龙，你要把它打到怎样？好啦，龙兄虎弟有孔锵老师，我们节目当然有孔锵老师喽。我们节目是 Kanky 老师，来，不要再吵了。欢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Kanky 甄老师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也。不管是龙边、虎边、山边、海边，开运物和家具只要摆对边，好运就不会远在天边。而中国古代依照阴阳五行，有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定理，而其中以青龙、白虎最为广用。究竟要怎么活用龙虎边，让男女运势皆全开嘛？老师，你说说看，是不是虎边比较重要？龙边、虎边、龙边，而且虎边补。虎边补3边9吗？龙边，虎边，其实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有床的龙虎，有书桌的龙虎，有门的龙虎，还有神桌的龙虎，大家都搞得五煞少。高五没有啊，左青龙右白虎。对啊，很好记啊，谁会搞不清楚左右？当然啦，很多人面对佛桌、书桌、冰箱，包括座椅，都搞不清楚龙虎。哦，的确，因为我也在路上遇到很多人说，哎呀，你们每次说左青龙右白虎，我到底是我这样的左青龙右白虎，还是我面对他的左青龙右白虎？然后加上电视一拍出去，好像有时候是相反。对，还是你是对着镜子看？所以没那么幽默嘛。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教导观众朋友，到底你走到这个地方，你要面对它还是背对它？到底怎么看龙虎边？家里的任何家具都有它的龙虎边，只要掌握3大定则：龙高虎低、龙动虎静、龙怕臭虎怕吵，就能够应用在生活上面。而今天除了要教你分辨龙虎边，还要告诉你物品放得对，也能够为你招财哦。
而委托人丁小晴之前住的房子闹鬼，让她整个人的状况很不优。自从搬来新家之后，精气神全都回来了。而一进到她家，马上就会发现琳琅满目的饰品，但是却隐藏招阴的危机。问一下，你搬来这里多久？我搬这里大概半年多。那你半年前住那个地方有多久拍面有？又怎样？不好，就是整个一整年身体都是完全就是没办法工作，然后整个就是更暴瘦，而且就是莫名的生病，然后那个生病是看医生也看不好。怎么？然后后来是不是没有吃奇异果？我很爱奇异果，还好我吃的维他命对。但是后来就是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嘉文嘛，然后他就有一次要跟我讲说，会咬人的那个。三班嘉文，日本啊，你好幽默哦。两个嘉文，他说有一次要来我家，但他就是说他不能来。我说怎么？因为他说他的师傅说，就是要他小心点。然后我说可是因为他很想来看我，那时候我就生病这样子。然后后来过回呢，他还是很勇敢的来看了我。他跟我讲说，因为好像他的师傅说，当时我的家里有点问题。然后可是我说但是我是没讲什么啦，对。然后他来我家，他很敏感体质，他就说他有看到一些 something， 对。什么？一些 something， something yes like something like， 有点像就是要讲了会怕哎，但是像大白天的好亮好，对啊，还好啊。我们这里旁边站了一个鬼见愁没什么好怕，我们这么多人，对，就是他看到一个好像穿那种类似像披风的那种有点像吸血鬼那种东西，就是披风的一个人。啊！我们到剧场不是会有那种黑幕的？对啊，就它有好像一片黑幕一直在就会这样闪过去。那其实我也看到，而且我刚刚住的地方也是像这样的阁楼，可是我阁楼是很低的阁，很矮，不能睡觉。可是我当时连睡的房间我都不能睡，因为我睡的话我就全身酸痛，而且都睡不着，而且还会梦到一些。好朋友、好兄弟，他就是原本我都不晓得他们是好兄弟，就是在一个广场，好像一个操场，然后呢，就是看到很多的人啊走来走去，走得很慢，他们走得很慢。那当走得很靠近的时候，我就看他们的脸，他们脸就是很像，就是我们在那个，比如说最后人往生的时候，不是画那个妆嘛，就是不是人，对，或者腮红是那种红的这样子。然后后来，于是就有一个女生就指了一个方向，然后我想说那个方向，我就想说我就要往那个方向跑，然后就跑，就是我家的方向。所以他隔一天早上呢，我就到了我家的旁边真的有一个广场，只是我平时都没注意。然后就是跟我家的完全是一样的地理环境。然后我睡觉的地方就是有一个view 很大的 view， 然后是旁边是靠山。那我原本想说靠山还不错嘛，就是很有依靠的感觉。他于是也很奇怪，就是隔了几个月之后呢，我就去我想去看新的房子。就到我那个附近去看，就才知道原来那边的山的后面全部是那叫什么蒙阿波，对，夜总会。可是因为我那边刚好看不到，因为在被一个山隔了。后来我就觉得说，整件事都不对劲了。以后，然后开始我想要搬也搬不掉。我想说，既然是这样，我就是回向给那些好兄弟。然后完了大概半年之后，我整个慢慢开始改变了，身体改变了以后，然后开始才找到了这个房子。是我跟小晴有一点小小的那个过节，不是过节，其实说出来大家也就好了，大家这样可以谈得好，真的啊，就好好讲出来没关系。就讲比较正面的，就是他以前请我看过一家店，后来看了之后，7天后就被小偷破门而入。可是你怎么看的？你怎么看的？你为什么要把锁给人家呢？锁乱丢，当然就会造成人家的困扰啊。意外的奇迹突然发现了，里面放很多高级的衣服，很珍贵的东西，都被偷，没有半件遗失，然后跟钱财也没有。对，所以有什么东西遗失吗？就是玻璃玻璃花了4万多块，就这样。玻璃很贵，拜托玻璃4万，一面玻璃要装到很，所以他敲破玻璃进来看一看就走了，因为找不到，所以你的店就是连他自己想要的东西都没有嘛。里面都是最高级的佛，我在他的财位放了一个黄财神的佛卡，他放了一个东西在，看了那个可能小偷看了就赶快跑了，有吓退小偷的功能，对不对？你怎么不在门口就吓退他？对呀，至少也可以省那4万。应该是他放门口，他是守那个财位的，重点是
租房子买房子，不是你找房子，是房子找你。对，所以你要自己先把自己的运养好、调好之后，你才会遇到好运的。对，这种事情就真的耶，我找了7个月，真的好可怕。运好气好就会找到好房子，而好运的基础就是从龙虎边做起。那请问什么是青龙跟白虎啊？基本上我们来看这个门来看好了哈。门啊，你直接看门。所以我们要教导大家了，就究竟我们到底是要这样面向门还是背对门？无论如何看内或看外，一定是面向这个门。所以我走进来之后面向门，所以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好，所以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是青龙。用指盘针看是不是？对，没有，哎，不好意思，用左右手看就可以了。对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白虎，来看外青龙，请出去。海青龙。外白虎。要。这是外青龙。老师说真的，外白虎是比较漂亮。说真的，我是比较美。你说，这两位主持人怎么回事？其实各有特色啊。你选哪一个？从身材角度来看的话，应该小珍略胜一筹。你看吧，青龙为什么？为什么？哎，虎本来就是要比较低啊，怎么样？你自己以为你多高啊？矮是矮。好，但是以轮廓来看的话，都是算是我没有要听了。好，什么？都是上选。轮廓怎样？都是精选。我跟你说，外左青龙，外白虎是这样看的。请两位主持人带我进来。好，左青龙白虎什么意思？左青龙白虎的话，龙边代表通常是阳，阴阳的阳，阳气的阳。对。那左青龙右白虎，虎代为阴的意思。那我们先退到，那我在放佛咒不是很好吗？刚好阴是会。那等一下我家来告诉你放佛咒好坏。我们转，我们这边是进来了哈。对，进来也有左青龙白虎。对，这里还是一样，左青龙，对，右白虎。对，所以针对门，针对侧门、灶门、卧门、都一样。房门、厅门、总门。都是由内向外看出去，左青龙右白虎。好，就是从家里面往外看就对了。对，房间里面看出去，面对好，所以我们走到房门里面，走进去，转过来，还是右白虎。了解，这是门的龙虎。好，那要怎么样看好跟不好呢？龙一定要高高在上，越吵。喇叭啦、电风扇啦、动。你讲你喇叭啦。音响，对喇叭。我是说音响的声音，有声音啊，冷气的出口，包括所有的产生动能的风扇，光源，通通都是光芒四射，动气无限，在你身上绽放出，对，就这个意思。青龙，那我呢？白虎这边要怎么样处理？虎，就是要净手。它唯一的优点是不怕脏。老师，你讲话客气一点，你这样对我很不尊敬。我纠正，它比较耐脏。耐脏就是说厨余啦、马桶啦、厕所所有臭的那些比较能够放在都可以往他身上放，放就对了。所以会臭的就是往我白虎这里放就对了，是不是？这样能够就是我耐脏耐臭，因为呢，龙是天门开大口，虎是天门关。所以就是这边开高高的，吸好的气，把不好的臭气都往虎那边排。所以我白虎吸臭气，对我来讲会有影响吗？比较不会伤到宅的运势。所以所有的厕所、厨房都放在虎边就对了。好啊，你们后置就这边做屎啊尿的啊，没关系啊，你就做啊。不是说你说这个理论上是这样子。生气，可是如果他这样讲的话，对啊，没办法反过来。对。那我们来这边虎边哈。Oh my god！ 虎边来看一下哈。对。好，所以等于现在这边就是虎边。虎边它有个好处，龙拼命动，出外也好，男人也好，赚钱，活动，工作，所有的动能来了之后，都要回归到虎的口袋里面去。来，不要闹啊！所以男主阳要外。女主阴为女在内，所以女人在那边数钞票，
老公念2句挑剔，再怎么讲，老公嫌弃越多，骂的越多，买单越多。说真的，现在真的很多女生是在外面赚钱，而老公可能是在家里挑咖很多带小孩男生也。是白虎，你知道吗？我懂什么样的人住什么样的房子。这房子就是湖开阔，湖明亮，虎不收，所以讲好听话，女主人优秀、有才华、能干，而且事业成功。相对的，虎一开阔，那时候就没有男人缘了，就不容易遇到，也可能遇不到，也可能不想要太强势的男人。哦，你有这样的个性吗？可是我遇到都是很强势的，因为感觉你就还蛮日系的，就是好像很小女人，会喜欢比较大男人。独立的啊。对。可是如果你都往日本那边找的话，应该大部分还是我在日本那边的人就是比较有缘分，在台湾好像真的没有就是没有什么。你看看你们那个前阳台，开阔而有远景。对，这个不止日本，连美国、加拿大、欧洲真的都挡不住你。我只要出国就会有好事。艳遇。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改天去住一个面壁的，那就毁掉了。为什么要这样？我之前就面壁，对不对？我之前就一进就是墙。所以屡屡受挫啦，出外不顺啦。所以这里其实对他来讲是帮助有的，但是你说湖边要近啊，然后又比较耐臭什么，可是他把这里是你自己的一个小佛堂这里没有臭啊。对啊，他用熏香的方式，熏香的方式，它耐臭是没有关系。湖边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低？对，那沙发低不低？来，就是往里面走的话，湖边这边沙发也是低低的，对。低低的，那这个嘞？你看那个古代那个湖的图腾有没有哈？以前古代的湖的图腾，湖地在那边。对啊，像我们去拜虎爷啊，一定是在下面啊。它龙就在那边飞，就是一样的意思。而且你看看，它这个里面唯一的财位就在这湖边这里。非常的美。湖边财位又不好，小晴财运大加分。招引物品别乱放，小心招来阿飘。这个骷髅头就厉害了，骷髅头第一个一定要放在好，对，因为代表阳气很旺盛。骷髅头像这种招阴的东西，可以放在，可以啊，就是地方不要放哦，所以只要是的地方就可以放骷髅头，对不对？湖边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低？对，那沙发低不低？来，就是往里面走的话，湖边这边沙发也是低低的，对，低低的。那这个嘞？你看那个古代那个湖的图腾有没有哈？以前古代的湖的图腾，湖地在那边。对啊，像我们去拜虎爷啊，一定是在下面啊。它龙就在那边飞，就是一样的意思。而且你看看，它这个里面唯一的财位就在这湖边这里。非常的美耶。你看。讲财位来看的话，是非常的好。就这边嘛，对不对？这里可以放金银珠宝啦、保管箱啦，什么都可以。里面放我的那个就是院史啊，佛的一些书，还有书籍，对啊，就是也是说，你会哦，对，有偷偷放一个，这是什么？刮痧用的。刮痧嘞，会刮破皮吧？水晶啦。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了一个这个玛瑙金洞，哇！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在我们湖边，如果又刚好有财位的话，放这个玛瑙金洞会聚财。聚宝盆的一个宝石。好，帮你放了。哇，谢谢，这样子。湖边聚财适合当财位使用，以摆放书籍以及各式招财物品。而丁小晴有虔诚的信仰，湖边有个佛桌，到底该注意些什么呢？那针对这个信仰，我还是坚持2个大原则。一定要向天，你所信仰的神才能够迎天迎神而来。2，尽量向出入口，
因为我们通对，它常说会防邪。神明都会从大门进入的意思。哦，不是。所以你这个侧边有没有哈？侧边的话，除非你保不会特殊的意义。所以向着照，好不好？面向呢，尽量向着外面。我这有放这个，后来有放这个就最好的啦。你看，这就最好的。你看哪里？这就像出入口啊，你看就是佛像，对不起。哦。3轮身啊。哦。这边整个就是一个开运的坛城啊。可是不好意思哈，它前面真的跟那个杂货店得店卖一样，这样子。因为货太多进货，所以全部都放满。只要不是放垃圾、发臭的东西，或是淫秽的秽物，或等等的话，都没有关系。谁会放淫秽秽物？但我放骷髅头哎，对。哦，这个骷髅头就厉害了。对啊，因为骷髅头本身，我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陶瓷设计师，然后我本身后来觉得他东西还不错，因为他用骷髅做很多花器，对，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可以放一些小东西，所以然后我就买了一些骷髅头，好多骷髅头，你的灶上面也是骷髅头啊，骷髅跟马，我很喜欢马。对，哎，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很多人就像我自己也很喜欢骷髅头，可是家里如果真的放太多这种，会不会不好啊？骷髅头第一个一定要放在龙边啊，龙，哎，刚好是龙边哎，对。因为龙代表阳气很旺盛，通常龙边会比较明亮。第二个骷髅头像这种招阴的东西，可以放在客厅或书房。哦，书房可以啊。书房通常不会关灯念书吧？只有关灯睡觉、关灯储藏、关灯上厕所，关灯上厕所。对，厕所比较不常开灯。厕所不要放。就是说阴暗的地方不要放。OK。厕所有有厕神，厨房有灶神。好，包括我们说的阴暗的地方不要放骷髅头，所以只要是亮的地方、人多的地方就可以放骷髅头，就对了。书房、客厅可以。哦，所以其实小琴是因为你在家里会做生意，所以你把这边摆成这样。对，但老师来订货会来订，然后订完就会收掉。所以其实那这样也合理啊，因为他如果放在这边，人来这样子看，也算是在动啊。青龙这边。对。表示一个展示中心，活络一下客源，对，没有不好。所以表示你运气很好啊！你租到这个房子刚好就是龙边，可以让你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但是买卖。这是龙边对吧？龙边对，龙边左青龙，是不是龙要干净？龙怕脏，对不对？对。那你在这边是不是有油烟啦？对。厨余啦，龙代表什么？男人缘，对不对？那前半段代表婚前的这个交往的对象，后半段代表我们说的后续的男人缘。骷髅、刀剑等招阴物品，可放在龙边做阴阳调和，放在虎边则会越放越阴。但如果龙边是厨房，就不适合摆放喽。偏偏丁小琴就犯了这个错误，厨房里面放骷髅，扫内见鬼，让她的桃花彻底崩坏。这个代表你遇到男人有没有啊？是像骷髅头比较容易。除了这个像骷髅头，像骷髅头之外，今天就要烧了，今天就要点，那这是蜡烛了。哦，啊，你把蜡烛放在你的灶旁边，它灶应该没在用，火上加火。有的，我那边都整个为你们要吃那个沙茶鱼头啊，我在煮沙茶鱼头旁边放一个骷髅头，然后还是蜡烛，这样不是感觉很危险吗？对，好像做什么仪式。对啊，可是你刚刚说什么龙边？其实这里龙边遇到的厨房也是无可避免的一些选择。那这里前无窗，但后无门，可是无靠。对，所以这里可以考虑，做一个雾面的玻璃。那么油烟就不会逼到我们所说的客厅去了。让客厅更加的我们说的干净。是。那么背又有依靠，进来又不看到灶。对，虽然没有门，但不无小补，也是一个加分。好，老师，但是就算他这边做了一个，竟然没看到灶，你再往那边走一下，是，竟然还是看到冰箱啊。对，这个冰箱一直在外露啊。对，把它挡起来。冰箱不能向门，冰箱不能够向我们所说的尽量厨房之类的入口。第三，冰箱不要向着我们说的阳台之类的。要不然。每个人都可以拿它里面的一些食物漏财的意思。对，它这个没有像大门，没有，也没有像我们所说的其他地方是加分的。其实它这个它是 OK 的。你没有发现我们进来都没有想开冰箱，而且真的开不了，因为前面有一个前面手的挡在对，他用心良苦啊。哎，守得很紧的他。对啊，我家狗明就守在这个地方。你看它还在里面看着。居家第一重要的家具就是冰箱，放得不好会有莫名之处。而小琴的冰箱是标准的，没有向大门，也没有向灶。赶快来看看你家冰箱放对了吗？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个小晴要招桃花这部分，就是外地桃花，对啊。可是呢，我跟你讲，我当然不只要造福你而已。其实我们呢，这个自从青龙姐跟白虎妹两个推出这第一次的时候的第一次的见面礼，就是要送大家哦。我们只有3个哦，虎妹很够意思，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就有准备礼物要送给你们，只有3个哦。哦，我们特别加持过的，噔噔，哇，招桃花的粉晶，招桃花的，棒哦，让你可以随身携带，永远想着龙姐和虎妹。哈，只有3个哦，3个名额。那至于怎么得到呢？等我们老师等一下，我最后想好题目的时候再出给你。想得到龙姐虎妹的见面礼吗？今天节目最后将会出题，只要在粉丝团页面回答相关问题，让你不用抽奖即可开出桃花喽。好，这里加一个雾面的玻璃就可以解决了，还是一样可以用餐，跟摆饰都非常好。那可是他刚刚那个虎边对不对？是不是看到犯了一个？对。之前有个艺人犯的错误。哦，谁？究竟虎边放了什么，让丁小晴屡犯小人？南京放对放错，桃花运差很多。看得出来，他真的非常渴望爱情。没有啊，这个放很久。然后有效吗？所以你放错地方了。女生希望有龙的缘分，龙代表男生要放在左边。所以你看你放那里一天到晚我的女生没有来我家，你来不久了，你真的哪里呀？这里加一个雾面的玻璃就可以解决了，还是一样可以用餐，跟摆饰都非常好。那可是他刚刚那个虎边对不对？是不是看到犯了一个？对。之前有个艺人犯的错误。哦，谁？无靠山，无靠无山。Oh my god！那豆浆也这样放啊？对，就是你的沙发后面放一面镜子。哦，因为你其实沙发后面本来有靠，就你放了一个镜子，等于把它化掉。是这意思吗？镜子是化解的意思因为这镜子是我本来就有了，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把它移走。屋主可能为了配合金沙发金框一个观念，反而使他的湖边更开阔。那么使他自己付出的更多，更辛劳，比较辛劳。对，所以那可以放画吗？都不要画，山水画不错。山水画，为什么越讲越虚呢？对啊，怎么了？还是放白虎画可以吗？放什么白虎画？还是你想放你的那个画像？没有，放山水真的是蛮不错的。好，那像他现在如果没有办法有画的话，他是不是直接其实把它盖起来，或者是把这个镜子拿掉？对，拿掉最好了。这里放山水的话，山可以顶这个冷气，顶这个凉。所以把它不要进。而且记得水。当你决定山水的水流向不定的时候，就是尽量往前流，取谐音就是把钱流出的意思。所以像我们坐在这沙发的时候，那个水像等于是往我们身上这里流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往里面流，山水人丁，水主财，好，非常的旺。居家有 L 型的空间就可以聚财，但小晴的2个45度角都是窗户，以至于招财效果有限。但没有关系，老师马上来解救啦！虽然这个客厅非常的明亮，符合了明厅有暗房的这个设计，可是进门的45度角，左45，右45，对，都是风水学里面的基本财位。对，我知道。你这里空。可是我钱财一路空。我这边放了一盏灯耶，我想说到晚上灯开亮，代表就是很明亮的意思。然后窗帘拉起来。大师，这有劳我们节目毕竟已经做了1年了，好不好？我们再来让这些新朋友们再来复习了解一下。好，基本上其实45度是财位左右都一样，可是你这个太短了哈，就像老师讲的哈，你没有 L 型法环。这样子是不是太窄了？因为这边见窗啊。但是呢，老师有说了，就是你可以把窗帘拉起来，对，但是都不能开，都不能开。而且你这还有点透光，它完全不能透光。对，我们中国人说财不露白，钱财露白，就钱财就会光光的意思。所以你的这个财位见光，任何人看到都会有想去拿的这种破财危机，就像一个口袋。
如果翻出来破光光了，对，就是漏财。老师，我觉得你刚刚这一大段话，我听起来好耳熟哦。真的吗？你为什么要抄袭别的老师的台词呢？啊，詹老师，每个老师都是我们老师，可以学习地方就不要错过。是不是很熟悉？很熟悉。基本上的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记得哈，这个口袋这边哦，你要记得哦，如果这样手这样，等下破一个洞，你是不是放钱进去它就掉下来了呢？所以呢，你如果这样这个罗半透明的，是大家也看到你的钱财，所以口袋一定要缝起来，要记得哦。左青龙要炒，对不对？对，好，喜欢炒是不是？有活力，有活力哈。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其实这房子里面还有一个不可多得的财位，也是我们所说的另一个居家风水的财山。那里是那里柜子。接下来第二个重要的家具就是柜子，既可挡煞又招财。而要是你的次财位刚好有个柜子，就有加分的作用。到底柜子里面该放什么，又要怎么运用呢？居家的风水哈，这个原则有衣柜啦、书柜啦或橱柜之类的，这些高高在上的这些可以移动的东西，叫做活动的山。里面摆的东西都是我们的生财器具，也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东西，也是我们生活中必备的。而这个山呢，它具有阻挡的作用之外，它的材质好坏、放的东西好坏，都代表这个居家的财运好坏与否。那也有固定的财山，也有可以移动的，它可以主导很多我们聚财与否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在定做柜子的时候，就要先想好；在摆柜子的时候，也要想好放哪里，对不对？因为它也是一座山，也可以把它当做是自己制造风水就对了。居家这个都是副山，很多人的副山摆这个位置，但是里面却杂乱无章，臭气横生，也形成了一个外美内虚的副山。那我们就现在赶快来请一下我们的臭气专家白虎检查一下。我不怕臭，不怕脏，我来检查。很乱，还 OK 啊 ，OK 啊，很整齐， OK 吗？很干净，算干净。不是鞋子，鞋子，老师，它虽然它是放得很整齐，而且也没有味道，对，是干干净净的，对，这样可以吗？鞋子分为真皮、假皮，好的跟坏的，还有破掉的，这算高级的鞋子。也是鞋子啊，这鞋子很贵的，OK 啦，一点点乱，但是还是干净。干干净净的 ，OK， 算是很棒。所以老师有脏鞋就对了，是不是？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柜子里面就是不能乱放，也不能放的乱七八糟，然后很脏，是不是？柜子尽量放。可是我们柜子就是要给我们储藏东西，我们就是要乱放啊，不然干嘛藏在柜子里面啊？桌子是给我们写字的，为什么有人桌子放得很干净，桌子放得很乱？这就是你的心境跟运势的转换。有啦，其实有些人鞋柜它还是会把它摆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书弄得整整齐齐，即使放杂物也都会整整齐齐。对，这个要改进一下。算很好的，算这个也是重要的。因为这个位置是属于我们说的书啦，刚刚讲的最重要的，这个位置属于我们财山呢，属于财位，你更要小心翼翼，有没有？书香，对。花香、茶香、熏香都是一个。里面可以放花。外面芳香剂之类的都是很棒的。宝石、对啊，保险柜、储藏的都是一个副山。合约啊，我看你刚才写什么合约的放在里面。面对客厅的门，柜子尽量放在龙边。因为龙要高，是不是？对。那沙发就放在虎边吗？大原则抓住了。好，所以家里的在装潢之前要注意到这些。对，高的就要放在龙边，低的千万要注意。对，要注意哦。看我们俩的身高，你应该不会忘记的。对啊。要是次财位在龙边，有高大的柜子是再好不过。但如果虎边的次财位有高柜，虽然没有符合龙高虎低的原则，摆放招财物品也是可以聚财的哦。而接下来将进入丁小晴的卧房。哇，所以这2楼还2个房间呢。对，那这些也不会太矮啊。对啊，对不对？2位青龙白虎请留户。是我们已经留了。留户。面对我们的出入口，还是要回到左青龙，右白虎。所以我是这个吗？以这里为主。所以是因为有2个房间的关系，所以以这里为主吗？以有门为主。哪里有门？对，那如果他上来只有这一间，没有这一间的话，我是要以这个门为主。以这个为主，对，每一个门都有每个门的龙虎。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因为有2个门在这里，所以以这边为主，以这个为出入口为主。通常一出去
就会有楼梯，会有空，出门见空。他做了这个置物的，反而阻隔了他出门见空。哦，然后这边是我们出入口的湖边，湖边啊，所以聚财，所以这边可以放一些我们所说的金银珠宝啦，我自己跟身家财产有关的东西，都是聚财的。我觉得哎呦，先不要讲。对哈，这个讲的全部人都知道。真的，就是你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放在对，这是什么不能讲？就被我讲出来，你都会继续收着。每个人都有比较票值。那龙边呢？所以龙边在这个地方，你看看第3个居家风水的副山就在那边，你看哪里？他自己放那个，就是那个。第3样家具出现，主持人也叹为观止。那龙边呢？所以龙边在这个地方，你看看第3个居家风水的副山就在那边，你看哪里？他自己放那个，就是那个，点完了。什么啊？好厉害哦！就是那个，你看看。哇，太强了啦！什么？好，那不是你的房间吗？对，因为你没讲那个是什么啊？就那个啊，就那个嘛，数钞票地方啊。哦，就是一个柜台子，是不是？对，你的书桌嘛。女人的梳妆台跟学生的书桌，就是她的副山呐。梳妆台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女艺人来讲，或是做跟然后这边还有镜，对跟这个有关的工作的都是书桌、梳妆台，都是我们聚财的财山。是，虽然有比没有好，但有要摆得好。这个后有空，还不如另外一个房间的梳妆台或书桌摆的位置更好。哦，这是一个选择。所以另外那一间是工作室，原本其实它是一个主卧室。对，但是因为上面我自己以为那是个梁，所以我想说我就不住，不想睡，就把它移掉了。哦，就后来老上有别的意见，对，对，所以这个门来，左青龙右白虎，请就位。哎，你对着这个门对不对？左青龙，哎，左青龙右白虎，虎呢？虎是不是聚财？对，那这边是不是一个马蹄形的聚财的地方？这个就是真正藏钱的好地方哦。所有的金银珠宝。保险箱，还有他的这个小包包，然后他的衣服全部都放在这个财库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旺财的地方。是，所以你这个房间选得好，对啊。那老师说还说，他说不要睡这边，这个床放错位置了。为什么？你看看他的床有没有哈？前无窗后有门，但是后面有一个可怕的虎口。哦，我知道了。哦，你说后面是不是？因为有一个洞，是不是？你说这个草泥马吗？那是什么？然后这个啦，你应该睡觉睡得不安稳吧？不安稳，绝对不安稳啊！你说这一块啊？这一块就像凹的，就像一个虎口一样，这是什么？还放一只羊入虎口，我有属羊，它有属羊入虎口，这个是有莫名的会被压迫啦、挤压啦，或是一种。所以我不睡这边，我睡沙发啊。因为我累到忙到没有时间爬到2楼，因为你知道累到爬2楼是很困难的。那你这样子又是本末倒置啦。对啊。所以老师建议我别的沙发，一是向窗，二是向门，上也是。对呀，也是烂桃花的床位啊！你明明隔壁有个好床位，左右逢源，前无窗后无门，上无压，都是很好的，你却一把自己挤到这个格局来，应该把所有的展示的放这里。但是很多人的确现在在做那个床头柜的时候的设计，都会做成一个这样子，有一个小凹槽，可能他们放电灯或放书啊这些东西啊。那你意思是说床头柜都不能做像有凹槽的感觉吗？通常这边。两边会有衣柜，中间这边是尽量呈现空的，只是利用床头柜把它的床往前推一点，避免凉。那老师有没有那个补救方法？就是我可以放一排书把它挡着。内行，中国的风水知道吧？就是补这个缺洞，只要能补得齐，都是一种方法。所以它如果遮、挡、化、斗、地。所以老师，如果他做个什么帘子啊，或者做刚好直接做柜子把它封起来更好了，也是非常的好。把这个缺口做一个
补起来。哦，那请问你上面放那个是什么？像符这样子，然后是每一年的一个就是它可以就是星辰供养星辰，然后放它代表是一个剑，可以保护让你睡得安稳这样子。而且很奇怪，我原本放的比较高的时候，我就一直不太舒服，反而放的越靠近我的地方，我就睡得舒服。那你干嘛会说睡觉时候贴在这算的？对，那个它顶上，它代表一把剑啦，对，一个宝剑这样子，对，所以不能压，要贴在头上。而且其实看得出来，他真的非常渴望爱情，没有啊，这个放了很久，这从我很久以前就是搬家就放了现在。然后有效吗？我觉得还好，所以你放错地方了。是吗？我不知道啊。很多人现在看我们节目之后开始会放这个粉晶，到底要怎么看？以床的方式来看的话，粉晶就是桃花嘛。对，男生他要。老师，你可以讲快一点吗？因为冷气是吹我的耳朵，好热。我一直在想，我一直不太舒服，头有点痛。虎怕草，对啊，是不是哈？那我低一点好了。啊，还是好冷。床讲快一点，这样睡。男生是虎边要有桃花，所以放粉晶放在床的我们左青龙右白虎边，男生放右边，床的右边，你躺下来床的右边是。那女生希望有龙的缘分，龙代表男生要放在左边。所以你看，你整个放在你女性何嘉文想来这里睡，一天到晚我的女生就来我家，因为这是走了。哦，有了解，这都是女生的，你是很法拉，你是很法拉利呀，再看给你扁起啊，好要紧，好加油！我这边吹冷气真的吹到头很痛。好啦，所以粉晶要放对位置啦。书桌和化妆台代表男女的事业和财运，最好不要背门，左右不要背门冲，上不压梁，不要摆放在阳台外推处。只要注意这几点，好运自然来报道。而湖边聚财的更衣室以摆放招财物品提升财气。而接下来中奖时间到喽！那你教大家一下，那个是放在家里的，对不对？对。可是我们刚刚说送给观众朋友这一个呢，这个粉晶，如果比如说我是女生，我要招，比如说我要招男生的桃花，那我要带哪一只手？还是一样啊。对哈。左青龙，右白虎。带左手。我是女生，我希望龙能够带桃花，对，带左手。那我是男生，我希望有更好的桃花，就是我的手边。可是老实讲，男生带粉晶会不会太娘了一点？怪男生们可以带别的，这是他提问的，发巾啊或什么，就他真的，哪一个可以带什么？好，你就叫我们摄影大哥带一串这个给你看，你说娘不娘？给你带，你看这么 man 的人，你看，干特，这样一带太娘了，什么意思？太娘了，你要不要顺便教他把奶罩也穿一穿？搞不好他有穿也不。没有男生们别的方法可以招桃花的。通常这个东西有没有讲到风水啊？镜头真的不会透吧？我还蛮舒服的，不是我现在比较会讲话。然后嘞，男生要开运的方式有很多，其实还是以风水为主啦，个人佩戴的值一时的。好，了解。要开桃花很简单，就是要保持身体清香，香水。男生喝香水，对，这很重要。第二个要有口臭，上次我有一次吃臭豆腐，口臭汤跑光光了。第三个要微笑，微笑。第四个不停的赞美，一定有桃花。这4个方法。男生不停的赞美，我觉得很有用。我觉得他刚才左青龙也好看，右白虎也漂亮。所以他刚才并不是在跟风水有无关，跟风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是在跟我们讲他自己把妹的诀窍。我觉得我老灰啊，不来呀。好的，所以你那个房间呢，你那个已经搞过去了，哦耶，然后补起来，放过去，对。但重点你还是要回来这里睡，你改半天你还睡沙发。没错，因为睡沙发睡久了，因为有时候爬到一半就睡着了，太夸张了，有累成这样，很累。好，OK。老师有什么风水是导致于他讲话那么夸张？哪有夸式的风水？好了，所以他这边也其实没什么问题，因为他这个位置也选得很好，对不对？然后把人家财库什么都放进来。那我们就考试了。有问题。对，好，你有什么问题？我想问，因为我曾经有朋友跟我讲说，好像不要放玩偶，就是像这种玩偶，好像放1个2个有差。对，是不是？好像是说会有烂桃花。如果是单身的话，或放相片也不可以。如果是单身的话，就枕头要放2个，玩偶要放2个，任何都要成双。老师，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哦，刚刚那个粉晶的问题啊，因为好多人碰到我都一直在问说粉晶到底要怎么放。那你刚刚当然也讲过了，可是这无关我们女生睡左边或右边，对不对？跟我们睡哪一边无关，对不对？
没有关系呀。我睡一定是这是个床，对不对？对，左青龙，男生睡这边，女生睡这边，这是固定的。那如果是单身女孩子睡的床，她一定睡中间嘛。对，那摆设还是照我刚才的方式，就没有差了。就是左右两边就对了，了解了吧？你不能说我是女生，我每天睡这边空的，怪怪的。就是女生但这样睡中间，还是中间的哈。哦，了解。所以3个。为了回馈我们广大观众的热烈支持，风水有关系，好康大放送，我们将会不定期的送出开运小礼，请大家密切锁定节目播出。助理，到底是龙怕什么，虎怕什么？我知道，龙怕人家讲话，因为听不到。我知道虎怕什么，虎怕虎，也虎怕虎。还有这什么答案啊？你们不要，我们在混淆你。因为我们这一集讲了非常多，对龙虎边，我们有各自害怕的东西，也有各自其实是加分的，不管是加分扣分的，都请你写过来，只要答对了就可以参加抽奖。对，很简单喽。这个杨青龙怕什么？阴白虎怕什么？今天的题目就简单呢，龙怕什么，虎怕什么？只要在节目结束后上风水有关系粉丝团，在指定讨论区回答问题，前3位答对的朋友就可以获得粉金手环。小晴，那这个要先送给小晴吗？结缘的。那你告诉我，虎怕什么？我怕脏不是吗？哦，收回来，收回来，不好意思哦，没有要送了。我怕吵，我受不了了，你们班太吵了。我们不能再出太多了，好不好？只能想一个答案。刚刚记得老师说你要带哪只手吗？左手。哎，谢谢你了。再给你们一个提示，我怕这个。神经病，人家以为你怕冷气机。答案就冷气机哦。对，来啦，3个就是你喽，风水疑难杂症困扰你很久吗？欢迎你在脸书粉丝团首页分享相关问题，我们将会帮你解决哦。